一个是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啊，这边是破轮在寻周杰伦啊，哎，这两位真是有来有回啊！开场给我们来了一波大的，弓箭手翻过来瞬间，破轮没反应过来出刀。对，破轮这边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个封窗把这个点位限制住，但是弓箭手可能是看的是后侧，没有注意到破轮来的位置。对，那破轮在干嘛呢？破轮也没注意他翻窗了。对。 感觉我们今天导播上来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局啊，但是这里打成半状态以后，破人他是选择去找一下远方的调酒师，他觉得有机会能够秒掉他。是的，这个点位相比于双11要更好飞机一点。是，而且他马上就要开出自己的一阶了嘛，有监视以后，其实调酒师的一个牵制空间会比较低一点。 哎呦，但是走位很灵活啊！对，开出了一阶监视。现在调酒师手上的飞轮效应是已经好了，看一下这一波的夹子释放的比较歪，但是逼出了飞轮。这边带的是一手兴奋的缘故，所以说得通过自己的夹子加重才能击倒。是的，尝试骗了一手，这个夹子可以卡一下身位，交出加速9，没错，又一个夹子。 这个地方可以击倒了，对，1分16秒的一个击倒时长，对于破人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。但感觉好像不该是这么一个节奏，因为他可能开局可能16秒就可以上瘾的，但他硬是拖到了1分16秒。那现在通缉到了佣兵啊，对于佣兵来讲，这一波救人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可能需要队友去帮他扛这个压力，因为他在的位置实在离海边太远了，他是在船下密码机那个位置。是的。 破人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但是他的队友没有想到啊，佣兵的队友没想到，没人过来，所以最后还是佣兵一个人摸了过来。先交出第一个护腕，这个地方夹一手有没有机会卡过半？淘来进度已经非常极限了，下一个夹子要卡住了吗？过半了，直接出刀，打到的是椅子。如果说这一刀打到佣兵的话，会更赚一点。不过这波过半了，也对于破人来说也是比较赚的。没错。 因为这种情况下，通常弓箭手他是必须得来 OB 实保这个调酒师的，毕竟他是一个过半的人嘛。对，剑打断了一个2阶的吸血。是的，破人这边也没有选择交出自己的兴奋啊，而这样的话只能被迫再变一次轮。我调酒师也没有选择去靠下面的窗，想翻一个长窗下去，这一瓶酒感觉有机会能回上啊。是的，而且下面应该还会有弓箭手在接应。是的。 哇，又是一件准准的命中要害，再补上一个后撤壁弩50的撕裂值，很难处理了。这一口血也是回上了，没错。但是对于破人来讲，他现在回满和半状态其实都还行。前面如果说上2层的话，他是可以悲观打倒嘛。对。但现在你变成满状态的话，就可能让破人必须要平地刀去追击了。对，而且他的技能携带的是一手封窗张狂，并且是一手兴奋的天赋，他是很难去击倒这个调酒师的。原地进行一波调酒。 再夹一手，也没有夹到。这边身位可以再拉近一点，但调酒师的飞轮也已经好了，直接顶掉夹子。但是这一波还是被打到了一个余震慑，比较可惜。旁边还有弓箭手可以再进行一个陪跑。是，这里好像有没有选择交兴奋？是，好像是他看错方向了。想打一个落地刀吗？没打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调酒师。 落地，这里一个后撤壁弩也是没有上到撕裂值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调酒师已经转到了一个相对安全来说比较安全的点位。是的，这里接着尖刺没有上到，再来一个隔窗刺，但有点难啊，还是没滚到，然后靠吸血也没有炸到，血空了，那这下有点难受了。他那一波是防了一下。 弓箭手从大船这个中间的洞出来，没有注意看甲板的下面。那这一局这个兴奋携带的就会比较亏了。是的，只能被迫出来拦一下外面的佣兵。但是佣兵有护腕可以直接弹走，而且他的吸血也没好，比较难处理这个佣兵了。那边调酒师和弓箭手也是补好了状态。没错。 这样的话，给他们调整一波，调酒师立刻可以再调一瓶酒，多福林。吸血好的，这个地方落地，好像没有太好的地方可以转了。弓箭手应该会考虑帮忙死扛这一刀，卡位没卡住。 队友一刀打倒，此时弓箭手手上也没有道具了，准备过来强摸，但是一个夹子是可以处理掉的。悲观，而且密码有点不太够，还把兴奋给逼了出来。但是对于破人来说也没关系，因为他这把没有带底牌。
穷者直接选择通电。那现在对于破人来讲，就是考虑留下脸上的弓箭手。地窖的位置是在双11的地方，有点远。是的，一个夹子封住近板的一个范围，然后可以直接打倒。那其实，在胡锦春的话，我觉得穷者打出这样的一个局面是可以接受的。对的，再加上开局可能说是有点小失误给了一刀嘛，所以就这个局势来说完全可以接受。对，然后包括调酒师他其实第一波上以后一个过半，本来是会丢掉穷者的很大的一波节奏的，但是弓箭手来了以后，成功把这位调酒师保进了大船，对，也让他继续很好，让你没有机会交出来这个兴奋。没错，改编的这么一个情况。哦，红夫人，没错，这局求勇者阵容是调酒师、画家、勘探员以及佣兵。哎，是的，对于红夫人来说是有能够突破的点的，就看他能不能找到了。脸上是一个画家，已经锁定到了位置，不过镜像抬的会比较近一点。我感觉他应该是没看到吧，是想他觉得人可能在110窗那个小窗后面，不过这里通过走位好像还是能拿到这一刀。对的，那就无伤大雅吧。镜像。对，就没有太多的影响。我早用，甚至还找 CD。哎，是的，这样还能把画家给架在里面，不让他去进行一波西化，把脸藏住。那你现在画家走不了了呀，基本上闪现还没好，镜像就好了。有点囚徒困境了。提前交出了板弹，想让自己成功转到下一个点，但这个地方是贴不到窗的，窗台应该是交不出来了。两镜直接击倒。是的，而且这个时间点他的一个飞轮也是没好的，被迫只能用板弹去搏一线生机。对，而且比较恐怖的一点就是小木还是个地下室。是，那有点坏了。地下室的话，我们知道红夫人虽然说是个单刀型监管者，但是他手上毕竟是有闪现的。对，而且你地下室想要出来的话，还是挺考验求生者这边的一个配合的。看一下能不能排到佣兵的位置。但是对于穷者来说，这边也不是很去着急，因为画家这边是没有一个淘汰血线限制。哎，远程的一个镜像打到了调酒师，那就等于是调酒师帮佣兵去扛了这一刀。对，是比较赚的，因为调酒师他是可以喝多弗林的。是。这个点位画应该是洗不好，没有办法放出来。那就看下一波救下来能不能给到画家一个交出画的机会吧。是的，最好说是画家在第2次牵制的时候能把监管者的闪现给逼出来。没错，这样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节奏也不会特别的烈。现在知道佣兵在木屋也没有选择再往地下室的方向去画，画到了3板，这样的话再打一波拦截，看能不能提前拦截到佣兵。佣兵也是非常有经验啊，提前找了一棵很小的树蹲了下来，不让把视野暴露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把淘汰进度卡得非常极限。是的，而且对于求生者来说，这一波是一定会救的，一定会贴过去救人。现在必须要被迫交镜子了，先拿一刀。然后考虑近转吗？还是想一镜双刀？不过这个镜像的位置好像要消失了，能打到画家吗？最后1秒极限的近转过来，被飞轮抵消掉了。画家先交出自己的地符画，这个时候交画其实红夫人是不亏的，毕竟他的镜像是在 CD 之中。是。但我下一个镜像好的时候，你的画家第2幅画是没好的，所以这一波佣兵必须要扛住这个水晶刀。哎呦，一个护腕弹到了前面去了，没有扛到，还是很极限的打到了画家。对的，这波扛到甚至还有机会4人开门战哦。对，如果说这一波把镜像给扛了，那么画家下一幅画就很可能要来抵消你的这个闪现了。对，就让你的闪现交不出来。现在看一下求生者打最后半台密码机，佣兵去找调酒师要一瓶多弗里。是的，一个超远镜像锁定一下木屋的密码机，能打到佣兵吗？直接选择近转。看到弹了护腕也是不想再跟了，然后留着一个闪现。对调酒师来讲，他的一个回状态的多弗林是已经没了。是的，外侧的勘探员已经是在新起一台密码机了。是。接下来感觉会走向一个偏平的节奏啊。毕竟对于红夫人来说，要不要偷袭一下油桶这台密码机的破译呢？是，看一下。有点被前方的掩体稍微挡住了一下走位。没错，这个地方再往前绕的话，有机会拿刀吗？被吸了一波。
那这个镜像是有机会能废掉的。是的，哦，极限废掉了。而且两位勇者已经在小木屋那边强行抢密码机了，70多的一个进度，也无所谓。他们其实也不用考虑强开吧。强开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个开门战被压起身的风险。这里有没有一手假装切时长或者切传送的？没有，没打算那么操作。对，其实是可以骗一骗的，因为他骗一手的话，就看开门战这个镜像吧，看能不能直接投死勘探员。对，直接击倒，很准。而且另一侧的门是没有人去贴的，那这把红夫人开门战甚至有机会能多抓。是的，毕竟他手上的底牌还在。穷者这边是派佣兵卡在了一个稍微靠近中场的位置。现在就看接下来他的一个排点，选择直接传送，不管这个佣兵因为手上他是没有护腕的，所以如果说敢去救人的话，再点门，手上有加速9，能躲掉吗？这个飞轮还是被打倒了。对，只能算是多拖了一点时间吧。我前面聊到，就是佣兵没有护腕的情况下，他跑去救人，然后再去点门的话，这段时间其实就是给到红夫人把调酒师处理、打倒，然后再回去守门的这么一个时间。对的，那边的门已经开了40%的进度了，佣兵还是决定再卡一下，靠近木屋附近给点压力。说，这个点耳鸣起了，看一下，看到了佣兵的位置。哦呦，非常精准的镜像。是的，那这个点位能利用自己的小坚强往门口靠一靠。我蓄力刀怎么说？直接击倒，非常的精准，甚至他都不进转过去了。那这边就要看勘探员的操作了，能不能说是把这个局面再扳回一个平局？是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压力的，比较困难。毕竟这个点位想把人给控下来，不太容易啊。下一波镜子也好了，没有幸运监管者。对，那现在佣兵是放过一波的，但是椅子还是离得很近，所以还是能挂上。门口就有一个椅子，想不到最终这把红夫人要完成一个4抓了。我觉得这局比较关键的是那个密码机开的可能会有一些急躁。4秒现场破2台半的进度，击晕了。其实红夫人再调整一下走位，还是有机会拿到的。是的，雕刻家，成者阵容是桃花大师、小何家、拉拉队员以及教授。那么这个阵容的一个克制来讲，我觉得雕刻家也是有一定机会的，想先尝试打出桃花大师的被动，但是第一刀也没有拿到，有个迷烟炉的加速，所以说也是规避了这一刀。算了，逼一个道具走了，选择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。假门的教授，那我们知道教授他的一个小被动啊，是可以顶掉一次夹的。哎呦，看出刀直接交鳞片，没错，开了，是的。非常精准的一波判断啊！但是这里雕刻家也是远程用一个雕像夹掉了教授的被动啊。对的，强行过板刀，并且没有砸到雕刻家。是的，那这样子一星跟上就有一个秒杀的机会了。没错，这个位置一个博弈夹没有夹到，教授也是因为通过自己的一个膝跳反射吧，成功的规避掉了这一波，还差一加，是手上雕像还是够的。哎呦！直接完成击倒，1分钟完成击倒，对于雕刻家来说，这个节奏非常好。是的，手刃度非常的高。他其实，在处理教授上面，我觉得他是很有心得的，因为他当时教授卡那个板子，他的一个过板刀非常的果断。我知道你没有鳞片的情况下，我就硬过，能打出换血刀最好，对吧？我打不到的话，我也有一个移形可以再次赶上。是的，桃花大师把椅子转移到了中场3板，给教授可以提供一点更好的2-6空间。这边下来有3块板，而且自己的一个鳞片技能 CD 也好了，所以这一波救下来看一下被动先打，想预判进行一波夹雕像，第2下开出了2阶，再一个合成，让教授没有太好的机会是的去扛刀。这波的话就尽量往独栋上面倒一下，然后这样子2次牵制空间就第3次。如果要救的话，有更多的牵制空间；如果不救的话，这个方位也不会影响到队友的密码机。没错，一个远程的坟场，尝试的偷袭一下中场的凶者。这里可以看到拉队员好像是贴过来了，准备卡这个，可能还是想再尝试救一波的。
但现在其实已经开了2阶了，对吧？对于穷者来说，你救不救他的损失都是一样大。我不救他也2阶，救了他也是2阶。如果能够救得好，保自己状态的话，那么穷者是太好舒服的。过了，是的。个迷烟炉交出来，看一下合成远程的雕像有点续不上了。哎，陶大师是掉状态，但拉队员扛住了这一刀。对，交出移形，交移形，这还有鳞片。是的，一个合成打到谁？拉队员了。那现在手上的雕像并不是特别多，不过密码机节奏是完全跟不上的，所以说他还有时间处理教授。没错，有一个坟场，看一下教授的位置，等走过去，手上就可以补充满2组雕像。对的。哎呦，直接扎倒，好准啊！甚至都还没有合成就已经击倒了。是的，外侧密码机还差最后1台。现在对于雕刻家来说，他可以不管这拉队员，去逼出他的一个绝处逢生，他可以选择先去处理中场遗产的一些求生者。对，96的密码机好像没法强开啊，对头大师只能被迫放手，1/4的一个恐惧值，这里有没有机会把他给击倒？哎，想骗他跳下来，但是陶大师也是不吃套路。没错。哎，自己又提前下来了，跳下来了，但是陶大师还在楼上。是的，那中场的密码机有没有机会补开？拉队员是贴怪强行补啊。对，走位也是很好，利用反弹加速，然后规避了这个雕像。是的，但这个地方如果再次被击倒的话，拉队员是没有绝处逢生了。看一下最后的半组雕像，先交一个花球，第2段花球也交出来，规避被击倒。是。分场上的密码机也已经开掉了。是的，看到拉队员上到高地差了之后，就不再进行追击了。是，这里有没有灵机一动，神来之笔，旁边的箱子夹一下的说法呢？好像没有听到。那小说家这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，毕竟他是被雕像炸到了一个僵直，导致交不出来自己的输液和飞轮。没错。我还说，毕竟他是满状态，而且手上有隐喻、有飞轮，是的， 18的密码机应该是能抢开的。但是对于穷者来说还能盘，因为桃大师还有一个逃脱术可以换椅子。是，直接。不过他们选择强行开掉了，也是判断了雕刻家这里应该是没有带挽留。带骗。一个飞轮，再补上一本隐喻，换了一下位置。这个地方雕像已经没了。对，不过还是很极限的夹倒了小说家，并打了陶若大师一刀。那这一波一个移形跟上，等下一组雕像直接弹出护腕，拉开身距。是的，这个远程的最后一组雕像能炸到吗？没有炸到，那必须要先过来挂一下小说家了。穷者开的门是学校门啊，那这样陶大师还得再绕一圈才有机会，而且脸上能被看到吗？看到了，得需要拉队员过来帮忙给一点压力了。是的。怎么说？这一组雕像非常关键，没有完成击倒，拉队员也贴了过来，这里直接给上了一波激励，选择切成了一个窥视者。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拉队员的激励，如果一旦跌到25层，是的，那就可以3人肆无忌惮的出门了。没错，就变成了小说家可以去替拉队员扛刀了。对，已经要25层了，马上25层了，这一波。我建议要不偷袭一下，直接击倒，那就看雕像能不能命中了。是的，一个定点雕像，哎呦，极限夹倒，这样的话拉队员也走不了地窖。不过这个状态走门肯定还是没有特别大问题。是的，而且小游家这边是挂飞，如果你选择把它挂飞的话，拉队员还是可以走地窖的。好，那就是最终完成了一波平局。排了一下中场啊，有没有发现地窖的位置？这一把其实前期也是弥补回了劣势。是的，好，这一场可以看到是监管者喧嚣。对的，强者是咒术师、先知、守门人和拉队员。小木这个位置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狙击点位了。第一波上到了一个白色的下标记，但第2段没有命中，咒术师可以再绕一圈。没错，不过这里他应该察觉到带了窥视者啊，咒术师选择往其他的方向拉了。对方可能要考虑交一手猿猴奏像，直接交，因为你刚才白色粘着我的时候，我是无所谓的，是吧？对，白色粘着我，我让你上，我本身就是身上就有白色的，那你切成了其他的颜色的转盘，那我就不能给你上手了呀。上到了一颗焰火标记，还差一颗粘土。
但手上的飞轮，哎呦，飞轮差一想点点清空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飞轮还没有差一点点好。哦，是的。这个点位要往外翻，时间拖了，其实也蛮久的了。对，而且先知的一鸟已经在观察了，直接给上一鸟。惊喜，但是也没有抵消伤害啊。下一波复用是有机会可以直接把人给打倒的。飞轮，哦，骗出飞轮直接击倒，是一个1分20秒的击倒节奏。没错。整体来看，其实牵制的还是挺不错的。对，对于求生者来讲，而且他下以后，他还有一层鱼红奏效嘛，是的，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稍微牵制一下。哎，两个人面对着面，守门人其实就在前方。是，这把还得看喧嚣的这波手椅了，有机会打到守门人的双倒。因为我们知道守门人他其实，在救喧嚣的人来讲，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。是，虽然说拉拉队员续出了一个铲子，但是这波可能还是要双倒。没错，跳过来直接补上一个黑球，这样的话打出一个双倒，也为喧嚣争到了一定的节奏。对，这波双倒之后就有一个争胜面了。是，这点稍微等一下自己的技能 CD。道场谢幕跟双王惊喜都还在 CD 中啊。哎，想打断空中飞人，但是没有打断到。哇，精彩的熟练度啊！他刚才的空中飞人以及这一波的双王惊喜熟练度都非常的高，那可以直接把求生者挂进压制。这波的话可能就要被就保平了，求生者外侧安排一名选手过来卡一下。但是守墓人被通缉到了，这可以直接确定那边有2个人在一起，而且第3台密码机也在抖动，这样的话3位求生者的位置是都可以被确定到的。对的，你2个人在调整，还有一个密码机在抖，对吧？那还能是什么情况呢？就3个人都压在外面，那喧嚣直接大胆果断的冲出来了呀！而且这边守门是没有道具，先知也是没有一鸟了。是，看一下追先知还是追拉队员呢？选择追拉队员，既然你翻版，那我先上一个金价标记，下一波的复用。第2段双核惊喜没有上到球，比较可惜。这里如果粘上的话，应该要考虑交花球了。提前交出花球，拉开身距，不让上到金下标记。一波振奋，自己加 CD。第2个空中分人直接跟进。哦呦，熟练度很高啊！不错，再来一波隔双球没有上到。对他来讲，前面那个窗就不太好处理了，所以他只能被迫去管外面的密码机。对的，因为他手上是携带了一手底牌嘛，可以来回这样打疲于奔命。是，先拦守墓人的位置，这样的话，求生者还是比较难受啊。这一波选择调整，那密码机的重力就完全不动了。半状态的守墓人，那其实是比较难顶住喧嚣的这一波压力的。对的。尽量多拖点时间吧，确定倒地的位置，可以再耽误一点喧嚣挂野的进度。是的。那角落的这台40的密码机就得放弃了，求生者换台新的修，接下来就要进入一个拦截环节了，以及换挂的一个环节了。哎，耳鸣响了，那应该是知道拉拉队员是卡在附近的。我直接跳小船呢，跳上来了。上来以后看到了脚印，拉拉队员手上也是一个花球。想上双球，但很可惜红色的覆盖边缘不算没有完全覆盖住。对的，第2弹双核惊喜也是没有命中。没错，这点位感觉不出刀了，不出刀等过半，等过半再去往外压。这样的话，拉队员要进入一个被迫过半秒救的一个节奏了。喧嚣现在就想赶紧过半，比9击倒守门人。是的，其实拉队员当时如果想卡满的话。已经没有太好的机会了，你只能被迫去卡半救这个人。是的，你不能在双11那边被喧嚣架住，你手上有一个花球，你就直接交了到椅子面前去博弈啊。主要是可能第2段花球续不太出来，手上只有1段花球会有一个减速的底 buff。是他怕在椅子面前被打倒了，甚至救都救不下来，那样的话可能会节奏更差一点。对。低焦的位置是在小船这边，喧嚣是没有携带挽留的，所以拉拉队员现在还有机会能争。是。直接切传送，传送，他担心这个拉拉队员手上的道具恢复好，对，所以干脆就不来管这个没有道具的先知。这波传送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，因为先知这边是没有道具的，反而拉拉队员是有道具的。是的，这样的话他至少是能够保下一个3抓。
这局喧嚣的，不管是从前期追击啊，到中期拦截、后期控场，都是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。是的，而且他追击的人是咒术嘛，咒术其实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克制能力的。对，两个角色算是一个相互克制关系。是的，毕竟你如果说不能保证127密码器救人一次牵制34秒，拿出喧嚣也让我们看到了，确实他的手感度还是非常高的。这一局的监管者是蜘蛛。在不归零这个地图，蜘蛛的发挥空间是非常之高的。对，但是求生者的阵容也修得非常快啊，先知、机械、幸运儿加佣兵，而且他最关键的是在大房找机械师排错方向了，被机械师给错身而过。对，那脸上的求生者是佣兵，这个肯定不会考虑去追的。没错，应该就先逼一逼道具，然后攒自己的厨师，去追下一个人。把佣兵赶上当绳了之后，那应该就会去考虑换一手节奏了。看到了上面的幸运儿，好像是。对，但是幸运儿这局真的就是一个幸运儿，他直接许愿出了一把枪。没错，而且手上的幸运包裹也还在啊。哇，直接开枪，非常的果断，甚至都还没有开始架尸。对，但是对于蜘蛛来说完全能接受啊，因为我没有架尸呢。对，所以他这一波是可以继续补的。但是幸运儿的第二个道具橄榄球，哎，有6对刀机会啊！哦呦，很可惜没有打到这个落地刀。是的，感觉刚才是犹豫了一下，他想着在上面出刀还是跟着。如果他一刻不停的去跟着的话，感觉是有机会的。对，好在蛛丝可以2次利用，还是能够成功击倒幸运儿。而且幸运儿手上的橄榄球也交完了，先吃的一鸟也是没有第一时间给出来。没错，比较可惜。因为平地这种地方，如果说你去给这个鸟的话，我觉得收益也不是特别大了。对，不过就是多换一个插刀嘛，闪现也还在，多逼一点蛛丝这个样子。但这一把监管者的蛛丝存的是非常之多的。是的，这波一鸟省下来，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不一定是坏事，它可以给佣兵救援，让佣兵把这个淘汰进度卡得非常死。这里也是经验非常的老练啊！哦呦，打断你哦，没打断户外还行。这里佣兵是选择从边上手上有闪现的。怎么说？没有选择第一时间闪，而且佣兵也是防了一手枪，突到了，直接击倒。但是先知的一鸟没有选择去看佣兵，信任吧，就是他信任队友。但是我觉得你能救下来，我为什么看你呢？是，那甚至鸟都没进 CD 啊。但是信任就会面临一个信任的代价。对，没办法，队友靠不住，我亲自来吧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但是这边有个双突啊！哎，怎么说？一个过板突，那鸟得交了，但是可以打落地刀，你还是救不了。对，甚至地下室都下不去。手上闪现还在，这一波再把佣兵挂上，得靠机械师过来救援。还是我来吧，机械师来了，可以的，成功救下来。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波救援顺序不对啊，他是不是先去救佣兵，让佣兵来套这个幸运儿的化险为夷会更好一点呢？正常来说肯定是先救佣兵，让佣兵套化险为夷更好。但是当时的淘汰进度已经非常极限了，如果再不扯幸运儿的话，幸运儿就飞了，已经不太能博弈了。对，这一波把幸运儿挂上，再挂机械师，这样的话佣兵也是一个上过乙的这么一个情况。这把求生者其实已经大势已去了，还是这个地下室的原因吧？对，比较难搬回来。第一波倒地进地下室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你救不下来，再送一个人进地下室的话，那就非常难受了。想强行摸，但这个位置可以打一个落地刀，又是一个落地刀，没错。看到佣兵跳下来了，那就在一颗吐司没有喷中，不过这边还有一个落地刀的机会。是的，闪现落地刀。它卡在一个比较外围的位置啊，让你以为我落地刀不了了。对，其实他是有考虑到这个闪现落地刀的说法的。是的，这把蜘蛛实在是打得太好了，中后期。不管是从手椅方面，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小细节啊，它其实在这个地下室门口架的那2层丝利用率是非常高的。首先呢，我是可以用来去打你的佣兵；第二是你的佣兵要下去，你不敢被迫绕开。对，如果说你在蛛丝附近去开启那个护腕的话，护腕是会被吞的，而且你在外面去选择塔打击牵制了24秒，没错，被监管者回去雪球。哎，所以影视就来了啊！对的，求生者阵容是记者、昆虫、律师以及击球手。脸上就是记者上来一波蓝色电击，成功上道。先交出第一个奥飞，是这波上电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没错。这个位置
板区还是挺多的。我觉得记者在影视没有开一阶之前，他其实是比较难以进行追击的。但这个远程的奇迹成功上道，可以看得出来影视的熟练度很高。其实对记者这名求生者在面对影视的时候，有一点被克制的关系存在。是的，是的，哇，一个隔墙的电，然后上到了记者，熟练度太高了。目前他的奇迹一个都没有空过，然后而且上的速度很快，他不仅没空。是，然后然后在那个哇，一个隔墙电，再加上降临，直接击倒。是的，那可以看到机油手已经准备上班了，位置手上是没有电的，他身上没有电池，直接闪现打一刀状态，也可以让自己的存在感更多一点。现在可能要等下一个奇迹了。记者那边应该是争分的在自己，对，自愈应该也快好了。是的。哦呦，远程被飞轮顶掉，再接上一个球。哦呦，再一个飞轮，手上是有奥飞的，能扛到这一刀吗？很可惜没有扛到，但是这一波对于击球手来说，这个操作真的是拉满了。没错。这样的话，击球手也是拖出了很多的时间啊，因为当时求生者是处在一个被断电的一个情况下嘛，所以密码机是能够偷到挺多的。算是给求生者争取到了一些平面吧。击球手这波 OB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昆虫和律师这两位求生者，他们手上好像都没有带这个化纤维衣啊，所以记者下来有可能是会被打一手针对。他需要靠自己的奥飞进行一个2-6的。没错。哦呦，好准！这边求生者也是帮忙扛了一下电。可以看到，面对高端影视的时候，就他完全不会给记者交一个奥飞的机会的。是的。对，想打奥飞，再一个再领，完成击倒。哇，他熟练度太高了，不给求生者任何喘息的空间，这就是影视这名见闻者的一个观赏性吧。是，而且这里还等了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板后有没有人。但其实他的一个奇迹，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？它跟使徒湾的那个猫不一样，猫是可以奥飞直接挡的，但是奇迹它是不太好挡的。哎，它落地以后，它就是那么一个范围嘛。这波透人可以对于求生者来说非常关键，因为影视它的那个再临没有好。是。一下远程奇迹还是上到了蓝电。那这一波记者要不要主动切电呢？可以。被迫主动切电，因为你这波如果不切的话，你就倒地挂飞了。对，就直接被击倒了。直接碰密码机，把自己切成红色的电极，让外面的昆虫学者可以帮忙扛一下。断个电，想这样子直接击倒记者之后，昆虫也会被击倒。没错，太细节了这波。哎呦，虫群也来了呀！这不仅是主人本体，连虫群也要被打。那这个点位挂飞记者，求生者密码机是3台不到。而且可以看到昆虫学者倒地的点位在中场，离影视非常近，一个再临就过去了。那应该会往那边靠，提前放了一种奇迹，球手在摸他，摸这一波再临，球手是有机会可以 OB 下来的。对的，等一下自己的一个奇迹。是的，晕到就直接签。现在脸上是一个地下室。哟，这就是你前面点餐点的一个地下室影视手椅，真的太有观赏性了，只能说影视这名见闻者。所以击球手只能被迫提前下来，还躲掉了一个关键球，没有打到，但这里也不着急啊！哦，一刀针对打到了昆虫，现在要摸头拖自己的球的 CD 吗？再摊一刀击球手状态。是的，这位置击球手肯定会回来 OB 的。要不要来一个闪现签呢？哦呦，闪现打人，直接击倒击球。是的，甚至是有高低差的一个上楼闪啊！这把的节奏已经是非常不妙了。是的。其实这一局啊，对于求生者来说，这个击球从上面来看也没有出现很偏向于求生者的地图。我们看到这把是杰克。对的，求生者这边是律师、幸运儿、木偶师以及野人。哎。这一把其实对于杰克来说，他不是特别好操作了。对，毕竟有一个野人的存在。这里卡狩猎本能率先一个小误认，第2个小误认也骗出了木偶师的一个路易。追击节奏很快，而且刚好就是他最想追击的求生者。是的，他还是比较克制到木偶师的第3个小误认，全部命中。难道
第4个误认就能直接击倒吗？哎呦，这就是4个小误认直接击倒。你是谁？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，你不是杰克，你是那个没插刀大人吗？也都是2个字，直接送进了地下室。对，也都是2个字。这个击倒速度还是有点快，但没办法，说实话，你就是让职业选手来打这个木偶时，他也是被杰克克的。对，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克制关系在里面。因为木偶是这个角色，再加上他带的是一手化险为夷，他不太好进行一个拉叠。没错。这一波地下室看一下野人的一个救援吧。这一波救援被提前拦到了，还是有点危险的。这一看要不要？哎，准备过半强行压出去了。对，野人这一救卡满的。他这边想过来去给一点压力，然后逼野人救援。是的。那这个位置我感觉野人可以下猪，尝试掏一下了。哎，律师这边压力也不大。对的。一个误认，但是被板弹加速躲开。对，你就下猪掏，这杰克只能被迫再走回来。成功掏了下来，交出了一个路易，但感觉还是比较难出去啊。这里还是有一个等路易结束甩误认的说法。这波牵制空间不大，其实木偶是这波他不应该考虑6了，这个板子也不太要下，就直接去倒走就可以了，把这颗关键板留下来会比较好。没错，就把资源留给后人嘛。对。这样的话，后面其他人来破一大防的时候，还有一定的牵制空间。哎，不对，野人还没走，猪还好没被打断。第2刀气球刀，那这样开出了2阶。这样的话开出2阶，而且手上有移形啊，对，他是可以瞬间去追上这个野人的一个身位进行击倒的。是的，这波化险为夷，可能想着去再次牵制一下，反而说是给到了监护者这边乘胜追击的机会。但是我在想，野人这么久的时间也没出地下室，是不是有点？搞怪啊！你想想，他是整个化险为夷的持续时间结束，一个过板误认，还好是一个10刀，可以再牵制一会儿。没错。但是这样的话，野人的 CD 好像好不了啊。第2手节奏虚的也是非常快，而且压到了这边花坛的遗产机。毕竟前面野人是骑着猪被打下来的，所以他的一个上猪时间呢会比较久一点。这样的话，直接挂到律师的脸上，律师这一波救援也是有一定压力的。是的，如果这波倒在信源的脸上的还好，因为信源是有一杆信号枪的，但是律师救援是很难提供2次牵制空间的。没错，但是好像也提供起来了，毕竟也飞轮过板，这个点位只能抓律师了，也上猪了。这波律师救援非常优秀啊，不仅说是给野人提供了一个2次牵制空间，并且自己也是牵制了一下。没错，但是花坛的那台遗产应该是要不了的。对于杰克来说，他可以无限的去压住这台密码机，而且你野人刚下了猪，对吧？你现在这波看能不能拱到，操作一下贴墙，再躲，弓挂上。那第3次上猪的话，野人的这个猪持续时间其实是会比较短的。对的。看一下杰克选择直接失场，非常把遗产给处理掉。因为杰克清楚现在没有化险为夷了，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新玩的顺号枪。只要我能把人一直留在这边遗产，那就非常有正胜面。哎呦，利用这个杆子躲掉了信号枪，而且一个非常漂亮的侧刀，再次把律师给打倒。感觉这里幸运儿还是有点着急了，再甩一个误认，想把他打成半状态，让他救不了人。哎，一个过板刀，但是没有打到。是的，但其实这里只要刮中一个小误认，我觉得就可以回去了。对，还是保险起见，在确定打掉信源一个状态之后再回去挂律师。没错，这样的话穷者就必须要去考虑开台是全新的密码机啊。对，花坛这台密码机是要不了的，基本上也是奔着一个刷的节奏去了。这一波是没有人可以进行救援的，那只能说是2个穷者，分开去给这个压力了。是。现在就看杰克下一波排人，因为已经切成10场了嘛，所以还是得靠自己走路走出去。吹一个哨子干扰一下杰克这边的耳鸣判断，但是再往前走的话，幸运儿的耳鸣就要出来了。而且幸运儿手上也没有补充其他道具啊，对他来讲是想着争分夺秒的去。有一个隔窗误认。是的，飞轮还失误了。这个飞轮的方向，如果是能往右边飞轮的话，就能躲开这个误认，但是它是往前方的方向，所以说导致刚好接到了这个误认。对，或者说你回头去顶，可能会稍微好一点。哎，再慢慢的排一下野人的位置。野人上猪，哎呦，也是直接吃到了一个误认。对的，那这样子杰克的高移速，第2刀跟进的也会很快。没错，
本上是不太好切入的。一个抽刀直接收倒。整体看下来，主要还是前期莫斯倒地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吧。是的，再加上有个地下室的缘故，而且第二波到了救人压力。对，而且第二波他挂飞以后续节奏也续得非常的快。对，野人那一波在地下室待的实在是太久了，他有点跟莫斯没有交流上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因为他觉得莫斯好像没有拉太远，他就一直待在自己的头上。那我这时候又没有猪的一个 CD 没法上猪，是比较危险的。是的，他不太能够承受我这时候上去被杰克拿到一刀，或者说被他给打倒之类的这种节奏。对的，最后也是一个抽刀收下了星源，完成4抓。整体看一下的，你再去调整自己的一个角色池。哎，速闪之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，椰子骑兵。而且找到的是盲女吗？脸上的人，哇，那这一波。这个伞好像是没有照到盲女的位置，对，大概锁定一下他大致的方位。他可能过会就得下地下室去找了。这个哎，其实看到了一点光圈，其实刚才是露出了一点光圈在边缘，但是他并没有走过去，以为在地下室。不过我说实话，确实有求生者可能会考虑躲在地下室，但这种情况比较少。没错。那这样盲女的这个隐形牵制就非常厉害了。是的，这一波时间全得算在他头上啊。一个绝活盲女啊，就是绝活盲女的含金量吗？想不到是利用一个小草垛绕了这么久，溜得好不如躲得好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而且这边盲女还没有找到，很神秘，就在这附近，但是你在哪里？是的。像我们知道盲女还有一些小技巧啊，开局敲了一下，你第二波的一个敲，可能说得等到淬火快好的时候再去敲，这样的话防止监管者去对你进行一个投射。这波可以考虑站出来牵制了，我感觉速闪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地方躲了。还没有找到。是的，这一把感觉会进行的很快啊，这一把的一个对决。以不变应万变啊，速闪是在这个胡景春把自己的微信运动给刷满了。对，而且这波盲女很细节，就是在你速闪要传伞的时候，然后敲盲杖，然后给队友这边报了个视野。没错。这一波再找到这个心理，等于说是3台密码机开追，原地抽了一刀，也并没有机会拿刀。前面有一个博弈抽刀的机会，是。板子下掉之后就会被架到点位。没错。但是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跟进啊，那这样还可以安全进到下一块板区。是的。很可能要被迫闪现开刀了，前面那个板还是能进的。看到你踩板，这里心里也选择不下，对，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往前拉。一个板前原地站定一下，骗你监管者出刀。可以看到第4台、第5台密码机都已经很多了，才拿到第1刀。现在这个闪现可能对于速闪来说有点进退两难的情况。是的，不交伞不太好击倒，但是你交了闪，你开幕战可能就没有技能了。没错。那这边地图正确啊，角色正确，开始游龙了，再次回来找盲女。对，这波找盲女的思路是非常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盲女她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。如果说她能抓住盲女没有携带回光返照这个点，击倒有机会保平。一个蓄力刀也是成功用飞轮规避掉。整体来讲，他是觉得什么呢？前期对吧，苟了我这么久，我最后怎么也得把你给留下来。对的，让你成为那个加分最少的人。拉拉队员也是知道盲女这边的天赋，所以直接过来陪跑了。是的，而且小木屋的那台密码机也是大遗产，但求生者也无所谓，因为前期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。对的。交出伞，破板刀，但是被盖了一个头，而且换血也没换到，在激励的过程中，你摇这个铃，打断一下激励，对，也无所谓。拉拉队员要做的什么呢？就是让盲女跑，我一定要留在这里，我替盲女去倒地。对，这样的话，我开门战是能够吃到回光返照的，绝对不能让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打到针对。OK， 那现在拉拉队员是可以倒了，就看求生者这里怎么说。那这样速闪选择继续追盲女，通电了。对他也是觉得，你既然这么保他，对吧？那你这个盲女他一定是没有。哦呦，再一刀抽倒，哎，有个 buff 的加持，拿到了这个抽刀。那这个开门战就不好说了，大门是刚点上，对，门的进入不是特别多。但是呢，因为你也是交伞杀的盲女，所以现在技能也是没好。是，拉队员手上还有一颗花球，这个大门不一定能点开啊。想直接吸魂，在钓鱼，钓的是这边的野人。没错，
那这个位置野人吃一刀还是有机会能够救下来。看一下，还在骗，两边都在博弈。没错，他想给野人把基地叠满，然后让野人来一个倒地救援。对的，切换成黑的。那这个位置还在钓鱼，这边把拉队员骗过来之后，拉队员就比较危险了。是的，手上一个摇铃，感觉可以先处理拉队员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基地要来到25层了，对，刚好25层，对，可以掏下来再叠出化险为夷。那这样子，只要这个激励不断，野人是可以直接起的。是的，并且盲女这个位置，其实用化险为夷是刚才有机会直接冲这个门的。但他可能是选择往地窖还是其他方向去走了。挖球躲掉一个巨刀，这一刀好像也没机会吧？直接交自起，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飞机岛3跑，对，完成了一个3跑。我们先看一下这把，哎，居然是厂长，是的，我们教堂的一个厂长。厂长最近加强了以后，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。对的，而且这个阵容的话，其实厂长也是有发挥空间的。没错，这也是看到了脚印啊，先打了GS一刀。远远的一个爆点。我们前面聊到厂长，就是他最近有一个移速的小加成嘛。哎，是的，这波也是骗红光，然后拿到了一点身位。是，然后手上是带了张狂的，还有一个炭火。这个窗户再翻过去的话，有机会拿刀了。对，还好有一个邮差的弹射性，可以进一步转到前面的板区。没错。交出第一个炭火，看一下交不交。应该得考虑交炭火，然后卡双刀。对，他在骗机械师交机械傀儡。是。那这里既然你不交的话，我就直接拿刀了，然后给自己开到一个一阶，选择用移形来跟上。但这个移形可能稍微有点远了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他只是等于把机械师再次给逼迫回来一个飞轮，没有交自己的傀儡。对的，没有规避到这一刀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上瘾节奏1分钟，对于监管者来说，尤其是对于厂长这种手椅监管者来说，完全可以接受。是的，这一把外面的化险为夷可能带在火灾手上，所以对于穷子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。对，可能得考虑直接卖掉，然后3个人再去拉扯后面的一些密码机。因为你没有化险为夷的话，救这个人他收益是不大的。没错。如果火灾来救的话，他甚至有救不下来的这么一个风险。再往前走的话，就可以锁定到这边卡人的火灾调查员的位置了。没错，看到了脚印，而且救援信也是给到了火灾身上。先清掉气囊。这边也可以看到机械师是成功过半。这边是可以无缝进行追击的，因为椅子旁边是有一个娃娃的。哎，炭火拿到刀，这里火灾应该是不太敢往椅子附近再靠了。对，然后穷者这边得赶紧派邮差过来给一点救援压力，否则火灾调查员可能要被直接续上节奏了。是的，这里邮差靠了过来，贴过去，这一刀怎么说？直接救了下来，并且扛到了刀，只能说救人性还是太权威了。是的，这里只能被迫再回头处理机械师了。通过自己换位以后的一个小移速加成，继续追击机械师。2个人一起追击机械师，那这样子牵制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。要不这个傀儡，傀儡感觉怎么在帮机械师啊？卡了一下自己，稍微拖了一会儿。这样的话，穷者只剩2台密码机。其实机械师他现在把这个机械傀儡省下来，意义也不是很大，因为剩下3名队友好像除了用完道具的画家之外，没有人可以捡这个机械傀儡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是这也是对队友的一种期盼寄托吧。对。哎，远程的一个偷袭次元斩，偷袭到了画家。这样的话，画家看一下，行，手上还有飞轮可以进板。没错。那你板弹和飞轮都暴露了。对，这波画家博弈非常稳健啊！飞轮进板之后没有选择直接下板，是骗了2刀抽刀之后，然后才下的这个板子。这波落地，看一下画能不能放出来。哇，有一个盲视野交叉刀。是的，他这一波已经预判到了画家，你看了这么久，对吧？对，你一定是能够把这幅画给交出来的，所以他是先卡了一波视野，等位置够了出刀以后，立刻看画取消自己的一个插刀。是的，而且这边被续到地下室，你可能不知道火灾调查员这边还有没有携带化险为夷。如果没有携带化险为夷，这个地下室是很难出去的。没错。才过来放一只狗，但是3兄弟啊，炭火傀儡本体，你怎么躲啊？
根本救不了这地下室。你不说地下室了，就算是地上的椅子，你可能都救不了，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地下室。对，这是混合3打。这一波我感觉，你让任何救人未来他都是有点慌的。对的，你更别说一个小小的邮差了。就唯一能稳定救下来的，可能就大副吧。大副摁吃一刀进入失乐园状态。现在好像排到了火灾的一个位置。这个窗户也不敢翻，那就只能等一个炭火被架住了。主要是手上也没气囊。接下来要表演那一招了吗？要表演那一招了。哎呦，还行，这波卡位没有成功啊。对，主要是炭火跟进速度会比较慢嘛。但是他也不着急，等下一个傀儡落地以后是有一个移速加成的。哎呦，这波跟炭火配合的非常好，刚好说是炭火踩板。没错。哎呦，想不到命中了求生者12次，也是很需要地下室的一位角色。哎，梦之女巫揭秘，这局求生者的阵容是调香师、幻灯师、病患以及小玩家。哎，是的，也是没有非常常规的救援位置啊。对，他们可能还是想在破译速度上面去争到更多的东西。女巫这边也是决定追击病患，首先是他不太好卡狗，其次这个阵容可能救人位就是这个病患。没错，这样的话还有机会能够吞掉一个化险为夷。第一只狗选择直接放，外面的话是只有一个小短板，这个地方是不太好卡狗的。哎呦，还行，寄生是停了下来，如果寄生没停的话，那就更糟糕了。对，还好说是寄生停掉了，不过这刀原生刀对于女巫来说真的是非常赚的。没错，那现在强行转进大房，手上还有2个钩爪，对于病患来说也有很大的牵制空间。是，这波对于病患来说，他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先把这个寄生吃掉，不让女巫有更多的信徒可以控场。是的。这里还想回去卡一下寄生，一个极限钩锁规避了这一刀，错，但是寄生的高移速要跟上了。是的，强行送掉了寄生。这一把其实有一位求生者的密码机是比较慢的，应该是大门那一位被干扰到的求生者。哎，是的，重新跑图了，所以导致自己的一个密码机进度非常少。现在就看一下求生者这里能够带化险为夷的感觉，也就只有小说家这里了，天赋没有展示出来。如果他有个化险为夷的话就还行，没化险为夷，那么救下来其实等于白救。是的，先去逼一下调香师的道具。那外侧救援的求生者，好像还是调香师，没人靠过来。这个淘汰进度的话，2瓶香水回的还是比较快的。是的，但是第3瓶香水的 CD 还没好，只能被迫拿一刀。哎呦，这就我们前面说的呀，你来救人。拖不了时间，而且自己还要被迫去吃多一个寄生，那么反而你的节奏就会更差。而且女巫这波也是非常细节，她是利用了病患的寄生信徒的高移速，刚好在病患想交出钩锁那一刻击倒了病患。是的。看一下这一手挂上病患以后，调香师就得赶紧去找一个能够自驱的机会，但是放狗拦截了这边的小玩家。是的。小说家救人的话，感觉压力倒不是特别大，救肯定是能救下来的。后面看一下能不能交出隐喻，保证让病患把自己的一个最后一个钩爪给用出来。是的，提前交出隐喻。哎，不对吧？换过来以后卡住了病患的身位。他是在预判女巫这边可能会一手底牌切闪现嘛，所以提前打了一手预判，但是就算这样子也没有收益。你跟他是一队的吗？你是跟监管是一队的吧？他本来是拿不到那一刀的，他换到了自己的身边，让他拦住了病患吗？我生平没看过这种配合啊。那现在再回来管一下外面的小说家，毕竟他也是进入半状态，而且手上没道具啊，没隐喻，去看一下有没有飞轮。哎呦，直接一个预判挥刀。是的，一刀直接打倒，还是一个原生刀。那这样第2手节奏续的也是非常快啊。没错，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，这个人还是得救呀，没办法。虽然说缺的遗产确实多，但是你该救还是得救。对，主要这一刀如果是个寄生的话还好，但是原生的话，女巫控场空间又非常大了。不太敢翻。是的。哎，不过调香师这一局他3瓶香水使用率都可以说是非常高，收益很高。是的，而且他关键是还消掉了一个寄生吧，他最后1瓶香水。对，
就看这波救援有定格，可以防止过半。成功救下，也是给了一点2-6空间。女巫这边可以通过切闪，没错，因为小说家他的隐喻还没有吸出来，对，直接击倒小说。 4台半左右的一个进度，想再打一下幻灯师，能不能找机会打出双倒呢？哎呦，幻灯师手速很快啊！对，这里绕的非常好啊，没有卡魔，贴魔贴的非常漂亮。对的。那这样子还差半台密码机以及1台91的密码机没有点开。女生，哦，这一手是被风之女巫给击穿到了。对的。 上一回合是你博弈胜利，这一回合是我抽刀胜利。对，你可以秀很多次，但你失误1次你就得上。对，但是呢，这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，就是小说家摇下来了。对，那你这样被迫只能去换一下中场幻灯师的节奏了。处理幻灯师处理的有点久，但对于求生者来说，其实遗产还是会被压住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强顶着一个信徒挂在密码机边上这种局面。 特别是半状态的小说家，根本不敢碰遗产。你碰遗产的话，可能说一会儿在遗产边上被你的寄生给闪倒，那么可能节奏又要回去了，又得打一个疲于奔命。对的。这边想拦截一下调阳师的救人，直接打状态，来一刀。这样的话，信徒挂住大门的遗产，穷者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被迫去外面修新的了。小说家去破译密码机，调阳师这边的话得顶一下这个牵制压力。嗯，但他只有一根针呀。他这一波如果梦之女巫没找到他的位置的话，让他扎起来了，其实节奏还是可以的。哎，是的，这波救援非常成功。嗯，让梦之女巫这边没有了追击目标，他只要没有追击目标，那这个场就不太好控。是的。现在。 调阳师把自己扎满，他下一波还能救援。对，哪怕现在幻灯师倒了，其实压力也不算特别大。这主要还是调香师太 C 了。你从椅子上下来以后，这个梦之女巫被牵制太久了。对，他主要是控制了这个幻灯师的信徒去站在了大门的那台密码机，导致说是不是一个双信徒手师，然后所以说才给了这个24牵制空间。那也可以看到外面调香师跟小说家在进行一个调整，应该是不太好摸起来吧。 哦，小说家摸起来了，那调香师手上应该也是把自己给压好了。对，这个针应该是压好的一个状态。是，现在外面最后一台密码机是85的一个大遗产，这局不好说了。而且现在身位就算能跟进到这边调香师，你也击倒不了。是的，现在就在等一手幻灯师自驱完以后再去给密码机压力。局势已经逆转，小心闪现。 我们现在这个信号真的挺智能的、哦，然后什么让随换台密码机破译，这边有个闪现击倒幻灯师的机会，是的，又抓住了机会，而且前面又是一个原声刀。嗯，他这边反正不是消寄生的话，梦之女巫都是赚的。对，可以看到这局真的就是两边有来有回啊，就是梦之女巫先打出了一个统治性的局势，但是穷者这边又化解了，把这个局势给化解回来了，但是这波又是闪现抓住了这个机会。嗯。 但这个信徒也是有闪的，看一下想换位砸板，这得赶紧挂上了，不能再被摇下来了。上一波就是因为摇下来给到了很大的一个节奏。对，调阳师也是成功把自己扎好，想闪现开一刀，然后再用自己椅子面前的那个信徒拦住，但是没有闪到就很亏了。对，而且小花这边走位非常优秀啊，也是又一次成功救援下了幻灯师，并且信徒也是第一时间去掉了。对他。 切到了椅子面前，那边应该是2位求生者把椅子面前那个信徒也给去掉了。这一局真的太精彩，两边都韧性十足。你当觉得可能觉得求生者要崩盘了，不，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。刚才是调阳师站出来，现在是小河虾站出来了。嗯，现在闪现有点跟不上了。对，但是前面没有板子，可能还是要被击倒。看一下一个反向定格，这是小说家的寄生，所以他想利用这个。 寄生去打，对一个极限收定格，然后规避了这一刀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隐喻就吸出来了？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。马上又吸出来了。是的，还差1/4。这局两边求生者打的真的是韧性太足。没错，而且这边调阳师中场也是没有给到机会，当面去翻了一个箱子，那这里可能有平地打倒的机会了。哦，是的，这样子可以把调阳师压到中场的这台密码机。没错。 中
场91的遗产，外面2个人就算去调整，也只能驱掉信徒，而不能进行一个互摸状态。对，还在拉扯，因为唐诗这边没有挂过。是的，能找到2个人调整的位置吗？幻能师被摸起来了，小说家可不能被摸起来啊，不然梦之女巫这边节奏就亏多了。已经知道你们在哪摸了，是的肯定不会让你们安全调整好状态的。哎呦，哦还是把2个人都摸起来了。91的密码机啊，中场已经吸出来了，直接换位规避拿刀。 2个满状态的人，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考虑去抢中场这台了，毕竟你底牌已经切过了。对的，是可以考虑就打中场这台91的密码机的。是，幻灯师这边有定格，不用特别害怕唐诗过半。先拿一刀，看一下，但是你单人过来的话，好像是不太够的。小说家也在往中场冲，怎么说？又不敢抢了。95的密码机闪现击倒小说家，非常关键这一波。密码机边上，幻灯师一直在给压力。怎么说？好像在偷，哎，但是被发现了。是的，而且他好像前面没有交技能去，就前面技能好像没好，所以这一波也偷不了太多密码机啊。调香师有一根针把自己给扎好，哇，这波转折点还是被梦之女巫抓到节奏，98的密码机就差2%。没错。如果说是挂飞啊，对，如果说这波幻灯师然后把这个密码机偷到，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定格，然后再开机的，那这样子2个人全部就起来了。对的，对的。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他其实不着急抢的，因为你是挂飞，但小说家是2挂，你等到调香那边用针把自己给扎好了以后，然后再来打这最后一台，可能会压力小一点。是的，这局的话就看调香师怎么博弈最后这个中场地窖。没错。毕竟自己还是满状态，闪现开一刀，但小坏家的淘汰进度还有大概5秒钟时间。是的，一招要开了，双信徒直接封住，哦，直接拦截拿到了一个4抓，错，也没有飞轮呀，没办法。不过我说实话，就是上帝视角看下来，我觉得这把穷者拉扯得很好，是，因为他们在中期其实是找到了挺多监管者给到了机会的，比如说他被咬下来的那一波，对，或者说包括边贴那个密码机。哎，女来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这位玩家我还挺有印象的，九罗他应该是一位很强的玩家。对，开局先控一下医院的密码机，然后来找一下森林附近的穷者。是的，往木屋地窖点走，看一下脸上是牛仔啊，牛仔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牵制鱼女的。对，但是牛仔有一个。用这个他自己的道具去取消到水汽的一个说法。嗯，我觉得他厉害的点还是得看点位。如果说你点位太差的话，没有那种收插你勾板、收插你勾板的这种机会，那么牛仔他是比较难规避的。前面的交互点有一刀，而且这是一个张狂鱼女。是的，开出了1阶技能之后呢，牵制压力就会非常大了。队友非常及时的发出了信号啊，地下室在小木。那这个点位拦了一下，拦到了，而且被迫交出了飞轮，还省下了闪现，并且这边还有地下室，那真要去小木的地下室了。这个点位一定会挂的。虽然说你有守墓人，但我有一个提前把水汽给铺满的这么一个说法。对，感觉牛仔当时如果他挥着自己的技能去外侧，就是木外的那个板区的话，可能就能吃出来闪现。嗯，没错。看一下，今天看到了守墓人的位置。这样的话，包一个水汽，有没有机会通过卡位也多赚一点守墓人的状态？这个圈应该是包满了，守墓人是会吃到这个水汽的状态。是，那有可能还要被打双倒啊！守墓人这个位置不去打一刀吗？其实牛仔已经进入红圈状态，我觉得他是可以去摊守墓人的。他可以去摊一个守墓人的铲子，他可能在考虑吧，因为他节奏比较好，闪现还在，击倒节奏也很快。那我这样子快速去上这个牛仔节奏才是最重要的。毕竟他是看着牛仔是往废墟走的嘛，他不太会能够躲掉。但是他也可能是想说求稳，万一我这边不赶紧过来挂的话，抬到了。哎，但是古董商，两个人有来有回。还是古董商更胜一筹。是的，你打空我打墙，但是毕竟你只有1刀，我却有3棍啊。没错，还是被打到了一个针对。那这波古董商应该不太能保赢了，毕竟他是一个攻击范围比较短的OB 位。对，在骗，但是鱼女这边也是不吃套路，直接挂上了牛仔。说，
而且关键点在于上一波守门人进入了半状态啊，看一下这边鱼会闪现开刀闪开，那应该是要果断的去古董商的这个节奏了。古董商这边的话还是有操作空间的，撞一下，然后再一波搜查。飞轮，哎呦，非常优秀成功规避，想云门过去，但是被这个少木桩挡到了。如果是能云到这个板子旁边的话，是可以云过去的。对他身位是不太够的。如果说多走一步，他才可以对着板进行云门，差了一点点。这样的话续节奏也挺快的。接下来就得由邮差过来救援。他不仅得救下来不双倒，而且还得保一下古董商的一个2次牵制空间，这局可能才有平局面。是的，你救下来以后，你可能再放只狗，让古董商他能有一个往外拉开的一个身位。压力很大，他是可以，你是可以通过自己走一个尾巴圈，让你救不下来的。这里应该是打算交飞轮的，你有没有提前出刀的说法？轮有，而且两边都很稳健，但是邮差这边救人顿了一下，他的飞轮感觉是交错方向了，所以跑回来的时候也没第一时间掏，那就比较尴尬了。对，这波也很细节，他是通过自己的走位站定了这个位置，让邮差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摸到这个椅子，必须让他绕一圈。对。现在守门人的密码机也得停摆，必须过来救援。这波收到了古董商，哦呦，再抽一刀打倒。是的，那边的话，守门人是可以成功救下邮差的。是的，不过最后一台密码机没有办法去修。没错，圣心医院这个地图被打成一个多抓局还是比较少见，也是跟前期的一个击倒节奏比较快有关系。对的。这张地图会比较利于穷者进行一个牵制嘛？这边水汽收到，可以造一个陷阱圈。不着急，等你出土。他想出土那一刻直接用陷阱圈围倒，哇！对，他的一个熟人度好高啊！我这边圈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要么出土被我炸倒，要么不出土古董商挂飞。真的很厉害，这个。接下来看一下，也是确定到了求生者在女神像破译啊，所以直接把守门人挂上。但是手上的闪现也要好，你怎么去跑这个地窖呢？而且他选择直接通电，这样的话，直接闪现击倒啊！是的，一刀闪倒，知道，然后我们再去交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。是一把爱哭鬼，同样是圣心医院。哎，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选手啊。没错，导播跟我们说，小说家是陶婉安。小说家的队友祭司他是陶婉安。我排位里面也是碰到过陶婉安的祭司，打得很好。但这把好像是直接追到了守门人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逼掉了一个铲子以后。这边也可以拿到一个存在感嘛。对于爱哭鬼来说，如果能拿到更多的存在感的话，解锁出一阶技能，那追技能就更强了。是的，快速到达2阶，这也是每个爱哭鬼都想做到的事情。那终于找到了这个小说家，看一下，必须要来一个秒拉火了。这个生成火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哦呦，一个交互火，但是呢，小高家这边已经交互结束了，因为他其实第一时间没有去卡那个火，而是第一时间选择了翻窗。对，这样的话就导致小说家有了一个落地的空间了。是的，爱哭鬼在圣心医院这张地图其实不太好用飞机的，闪现开一刀，不错，也是让自己有一个迎接的机会。种一棵树形成一个加速带，这样子拉火的命中率就会更高，是，很稀奇。比较好调整自己的位置，对，而且也不会给你隐喻的身位，就看这个火飞轮顶掉了，飞轮一顶，那现在可以交隐喻了，毕竟你这边安息之路的一个加速，没交出来，没有交出来，因为当时视野范围内没有什么爱哭鬼。是的，是的，其实给到了这个加速，我觉得就是在板中等的会好一点，对，就不要再往前拉。你在板中，我用这个隐喻换掉你一个加速，我觉得是不亏的。我只要在板中间待着，你过来我就换位砸头。这就是前期拿守门人那一刀的福利了。有了这个加速带之后，然后小何家才牵制不起来的。没错，看一下守门人的这波救援，医院中间也是起到了一个大洞啊。但是这个位置被拦截的话，压力还是有点大的。这个火没有拉，先给上一个加速，下一个火拉到了，加速带加火直接打了一个救不下来。是的。这是一个绝活爱哭鬼，他每一个加速带的运用都是炉火纯青的。主要这把椅子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，因为这个椅子你想靠过来的话，你很可能
就是得经历一大片平地。对的，这边的话被迫祭司过来救援，没错。这边没有带化险为夷啊，救下来的话，守门人也一个他是故意去针对刀打这个守门人的针对的，但是祭司这边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博弈了，因为椅子上还有一个小玩家等待他去救援。没错，小玩家手上的盈余是还好的，所以这一波呢是有一定的牵制空间，甚至是直接帮队友把板下了。对的，他是祭司手上有飞轮，可以通过他自己的飞轮帮。我觉得这里可以，哎呦，他是想用自己的飞轮去帮小丫顶过火的，但是拉的是另一颗火。是的，这里其实是可以找机会交个隐喻，然后进大房的，因为医院那边陶完他是打洞出来了，但是可能在沟通或者说想法上面有一点没搭配上，没配合上，导致没有交出这个隐喻，然后走动。对，目前这个局面对于趁热来说会比较劣势，不过有祭司的存在，这局倒不是盘不了。是，毕竟他有一个快速跟队友调整的能力啊。对，一个加速火。跟上守门人这边也很难受啦。那这样子，守门人进入一个2挂状态。对，二挂状态的话，密码技是完全不够的，只能再看飞行家这波能不能把守门人救活。而且技师也是半状态啊，现在他都不太好出去。毕竟爱哭鬼这里发现了你飞行家，他是在原点破译，我这里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去击破你。一个预判火没有拉到，但是闪现补足了这个预判火的失误。是的。那现在看一下飞行家过来救援，一个火，但是拉的稍微有点慢了。看一下针对刀能不能打到，很关键。打到了，应该是准备要进入一个4抓节奏了。这一波如果能够扛一下，让守门人再根据技师的一些通道转进医院的话，还有点说法。但是你没有扛到的话，那是2个人就很难打的残局。感觉守门人在第2波续节奏的时候，他最好还是围着医院利用这个高地插机制会更明智一点。是的，因为你往外侧转的话，那爱哭鬼加速带跟进节奏太快了，你进不到一个板区，甚至。对，你在医院里面躲着嘛，你不行，到时候等技师来了，你跟他调整一下状态，你让飞行家去扛这个压力。飞行家也是非常反应很快，在你拉火的一瞬间，我交出悬停规避了这一刀。是，那就看一下下一波节奏吧。一个火，非常精准。可以发现他每次拉火几乎都是利用了加速带的辅助。没错。而且也让但是有个小失误，调整一下位置，不过应该还是要倒地。又一个火，点位爱哭鬼应该不考虑挂了吧？我觉得不一定挂吗？如果遇到排位环节的话，可能会进入一个求地窖环节。是，有可能挂了，赶紧去打下一把吧。已经看到技师身上的鬼火。放一个加速带，然后跟砖。哎，但是这个钻的有点慢，有点小失误。他是有没有考虑可能祭司会反钻啊？有可能在等。这里第2个通道也好了，先拉一个火，预判了一下技师的走位。是的。那这一波可以追技师了，因为他明确技师是在废墟交过了绝处逢生的。先把技师打倒，哇，那就要奔着一个4抓去了。哎呦，一刀没打到，极限进了板。不过一个定点的火也是避无可避，非常精准，熟练度也是非常的高啊。对，他往前走的话都可以传送赶路了。看一下博弈手，再一个火，最终还是抽刀击倒。是的，拿下了一个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局，是一把不归零使徒安。而且脸上也确实找到了机械师啊，旁边机械玩偶并没有去处理，想先处理一下机械。对的。那下一个猫可能就要拿到这一刀了。进到前面的话是自己的一个机械傀儡，有点小尴尬，甚至可以先打机械傀儡。是的。在这里想先打本体，反正你傀儡你也不敢控了，对吧？对，你这个时候就是控人瓦倒，控瓦人倒，双控双倒。我打了你的机械傀儡，我还开出了1阶，我更好进行追击了。是。下一波是有指引的，所以这里要不要再打呢？这波要去找一下玩具上的板车。
因为这个阵容是一个双辅阵容，气象和玩家的气象和文具商的双辅。指引拉了一波，然后再用一个移形跟上，这样的话回过头来还能跳一个飞轮，先往外拉一步，还是要倒地啊，没办法。对，好消息是这边的机械傀儡提前放出来了，所以说求者这局虽然没有机会赢，但是保平还是非常有机会的。是的。但这里压到了遗产，他其实跟队友这个玩具商的一波配合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拉开了足够的距离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没有率先把移形给逼出来。使徒安这波预判到了机械师会使用魔术棒之后的一个身位也很关键。看一下队友的一个救援吧，所以杂技先贴过来救。这把毕竟是带了2个化险为夷的。看一下这波手影，想打一个提前过半，但是还是被叫下来了，抛了下来，那只能被迫打一手针对了。对，这波救援可以说是把求者的平面完全保住了。因为本身如果说杂技是吃一刀救下来的话，那么下一波是有可能成为第2个续上节奏的突破口的。哎，是的。最后这波救援的话，也可以考虑卖掉。挂到了角落的位置，看视野上来说是玩具商过来想进行一个卡人。是。这波可以不用救的，如果救的话，首先救人压力很大，其次也可能会被续上状态。对，其实就没必要，因为你救援的话，如果气象过来，他至少得交掉一个沉云，或者说交掉一个强风，对的，才有机会能够靠到一只。那你不如说把那个道具给整下来，因为你可能救完人以后，你还得再交一个暖雨来调整。是的，如果说是你要救援的话，你可能救完人之后就没有道具了。是，这样的话把自己身上的道具一省，开门战3个人，还有多一个化险为夷，也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。这边放猫咬到的是机械傀儡，非常极限的一个强风，但是有2段猫跳，你能怎么化解呢？甚至再拉一个猫回来 ，AUA， 哇，要被直接击倒了这波。被迫交出移形，但这个位置能来得及画出气象屏吗？有点困难。是。哎呦，利用掩体躲了一刀，而且还成功画出了沉云。不过可惜没有很好的机会释放这个沉鱼啊，毕竟身上是吃了猫的。他也有可能是在守这个道具，因为大房的密码机是可以让玩具商破译完的，而且外侧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不如说把这个道具省下来。是的，但是大房这边是一个地下室，如果要救援的话，可能得直接贴着下去救了。顺便在外面先布置一个板车啊，非常细节。打一刀有没有化险为夷呢？这一波有化险为夷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是的，那这把求者是带了3个化险为夷啊，我觉得化险为夷还是得多带一点。机械师真的非常喜欢有化险为夷的队友，可以抢拖时间。这个踏板是队友用上的，直接开掉。手上是有一个强风。2段跳也还在啊，看一下调整一下角度，没有机会交出来这个强风，交慢了一点。是的，使徒安很细节，他是通过自己的一个猫步，然后走到了气象学家的前方，然后躲掉了这个强风。是的。现在挂上以后，自己的技能也没好，所以应该是不太能够拦截住篝火门了。对，而且这边还有脸上的机械傀儡的耳鸣干扰使徒安的判断。最终应该是一把平局。使徒安其实我们在比赛中见过也挺多的，是的，基本上拿出来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保平争胜的这么一个角色。对的，排名是截止我们9点10分的一个战队排名啊。哎，对的，排在第1位的是名媛队，第2名是 Continue， 第3位是 X 电竞大手队，第4位是 ZS Link， 第5位是 VRS， 第6位是 CG Club， 第7名是猫队，第8名是东方星光 TUI。没错。也可以看到你前面说的 ZS Link 在第10名嘛，他在最后一天突然间冲到了我们的第4名啊。对，因为 ZS Link 有一个非常强的监管者选手。是的，然后包括我们后面9到16名的队友嘛，也是比较可惜。其实可以看到积分第9和第8，在27万6000和27万4000之间，他们只差了1000多分。对，非常非常的可惜，1000多分可能就只是一把打得比较好一点，他的这么一个积分而已。